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0讲。我们在上一讲介绍非线性电阻之后，给大家介绍两种包含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，它们是列方程求解法和图解法。首先，我们举例子来看如何列方程求解包含非线性电阻的电路。图示这个电路包含一个二极管，它的 U I 特性写在这里了。很显然 U 和 I 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。那么题目要求我们求解出电压 U， 因此呢，我们最好把这个电流用电压 U 来表示。我们可以看到上正下负，这就是电压 U。对于左边的电路来讲，这是一个线性电阻电路，因此我们可以写出它的 U-I 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对于电阻来说，用一个 KVL 可以知道这个 I 是等于 US 减 U 比上 R 的。那么同时呢，它也等于 IS 乘 E 的 U 比上 UTH 减 1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变量为 U 的超越方程。我们求解这个方程，就可以知道 U 的数值。由于它是一个超越方程，因此求解是比较困难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节点法。题目要求求这个电路的唯一的独立节点的电压，这里面包含两个非线性电阻，它们的 U-I 特性都写在这里了。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压控型非线性电阻。回忆一下，节点电压法就是用节点电压为变量来列写 KCL 方程。于是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节点上写一个 KCL 方程，我们可以得到 I1 加上 I2 加上 I3 等于0。那么当然，对于 I1 来讲，我们做一个 KVL 可以知道 I1 是等于 U 减2，因为电阻值是1，所以 I1 就等于 U 减2。那么对于电阻2来讲，同样的做一个 KVL， 考虑到它的非线性 U-I 关系，我们就知道它等于 U 减1的5次方。对于 I3 来讲，类似的我们做一个 KVL， 就知道再加上 U 减4的3次方等于0。这是一个关于节点电压 U 的5次方程，我们可以求解出 U 的数值。当然，这个求解过程也是困难的。在继续下面的讲授之前，我需要指出，这个题我们用节点法来求解它是有道理的。当然，一方面只有一个独立节点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，这个题的非线性电阻都是压控型。大家不妨把这个电阻改成是一个流控型，比如说写成 U3 等于 I3 的3次方，你再尝试着用节点法来求解，你就会发现这是比较困难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在包含非线性电阻电路里面，我们想用节点电压法来求解的话，那么最好所有的非线性电阻都是压控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回路电流法来求解某一个支路电压。再回忆一下，回路电流法就是以虚拟的回路电流为变量，列写整个回路上的 KVL。图上已经给出了回路的方向，那好吧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写。首先，在回路1上，我们沿着每个支路写 KVL，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于是就有 R1 乘以 IL1 再加上 R2 乘以 IL1 减 IL2。原因是在这个支路上 IL1 和 IL 的方向是相反的，再减 US 等于0。这是第一个回路。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回路，在这个元件上是一个非线性电阻，它是流控型，而且刚好是
这个支路电流 I3 等于回路电流 IL2，因此我们知道20 IL2 的1/3次方就是 U3， 再减去 U2， 也就是说再减去 R2 乘以 IL1 减 IL2 是等于0的。我们联立求解这样一个非线性的包含 IL1、IL2 的方程，就可以求出 IL1、IL2 等于什么。求得了 IL2 以后，就可以求出 U3 等于什么。当然，类似的这个过程也是困难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非线性电阻电路列方程求解法的特点。首先，从求解步骤上来讲，我们是需要利用 KCL、KVL 和元件约束的。那么这里的元件约束呢，它就变成了非线性的电压电流关系。那么在你列写出非线性代数方程以后呢，如果说求解手段足够精确的话，原则上来说你是可以得到精确解的。但是正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几个方程一样，求解非线性代数方程本身来讲是一个困难的过程，求解它们是需要采用若干数值手段的，因此你实际上是很难获得真正的精确解的。那么通过刚才的分析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列方程求解法的缺点。第一，方程的列写是比较困难的；第二，方程的求解也是比较困难的。因此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此前讲授的节点法和回路法在非线性电阻电路中当然可以使用，但是都受到一定的限制。